10月8号是印度空军日，印度空军参谋长在空军日到来之前发表讲话称，由于中国在技术、国防生产基础设施方面超过印度，因此印度空军应遵守时间表，追赶中国。相关表态揭露出印度空军哪些关键信息？印度空军近期又有何部署呢？印度空军参谋长阿马尔普瑞特辛格当地时间4号在空军日记者会上宣称，印度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中国，在国防生产上远远落后于中国。辛格还喊话，负责生产国产光辉战斗机的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加快交付速度，并要求私营企业在国防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分析指，相关表态显示印度空军对光辉战机产能严重不满。印度空军原计划拥有42个战斗机中队，但目前实际只有30个战斗机中队，每个中队拥有大概20架战斗机。未来几年，印度空军的米格21野牛战斗机和美洲虎攻击机也将到退役年限，这意味着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必须每年交付至少24架光辉战斗机，才能维持印度空军的战机总数不下降。但该公司目前年产量仅为16架，由班加罗尔的2条生产线制造，而计划于纳西克新建的第3条生产线尚未实现量产，预计年产量为8架。受限于印度的国防工业水平，产能低而单价高，始终是困扰印度国产战机的2大难题。由于研发时间太长，首批光辉战机存在交付及过时的问题，因此印度空军又提出了升级计划，并下订单购买180架改进款光辉 Mk1A 战斗机，为其安装印度国产有源相控阵雷达。此外还有40处改进。按照合同，首批战机要在今年3月交付，但今年春季才刚刚实现首飞，交付再次跳票。延期交付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据悉，印度斯坦航空公司造一架光辉 Mk1A 型需要共25万个工时，而同期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只需要4.1万个工时。但印度空军急需光辉战机，因为在它之前，印度空军堪称万国造。主要装备包含法国幻影2000、阵风、俄罗斯米格29、米格21、苏30 MK 等机型。其中在中轻型战斗机领域担当主力的幻影2000由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生产，目前已经基本停产。这意味着印度空军拥有的45架幻影2000备件短缺，随时面临断供风险。印度政府一直希望光辉能够尽快替代幻影2000，尽早调大量。整体来说，这个印度空军虽然说基数非常的多，但是它的这个战机的种类非常的复杂。印度现在大概所有的战机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进口的。虽然说他们也自己开发了他们最新的这个光荣战机，但它整体的这个机务状况或者它的战斗效能也颇为外界所疑虑。那如果印度空军是这个模型爱好者的话，那他的办公室的确可以摆满各型战机的这个模型在他身后。但其实这严格来讲，并对于空军的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但印度空军实际上对光辉系列战机多有不满，这从其使用上也可以看出来。截至目前，光辉战机更多出现在空中表演及低强度演习中，似乎被保护使用。印度政府也一直宣传其高安全性能，但今年3月，印度空军一架 LCA 光辉战斗机在训练中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该机型首飞23年，首次事故震动印度空军，甚至印度总理莫迪也赶到现场查看。值得一提的是，光辉战机也是印度的莫迪工程。去年11月，莫迪乘坐光辉同型双座教练机进行长达30分钟的体验飞行，为选举打造自己印度首位非战斗机总理的硬汉形象。但实际上，尽管印度空军自称高水平的训练，但事故率一直很高。70多年来，累计坠毁了近2400架飞机，导致超过1300名飞行员丧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光辉战机交付不顺，但今年3月，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仍宣布了自主研发第5代战斗机的计划，并批准了总计约合18亿美元的项目资金。按照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说法，该机拥有超5代机的性能表现，原机型最快将于2026年前完成设计。而该机型的后继改进型号将会是一款标准的6代机，但印度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印度欧亚时报直言，当前的印度并不具备制造5代机的能力。印度陆军退役中将卡托什则在媒体发声，严厉批评印度国防部频繁制定不切实际的计划。我们从整个印度的航空工业实力来看，以目前来讲，很诚实的说，第4代战机其实做的都不好，那更遑论还要说自力开发第5代战机。我觉得这个部分印度真的必须要很审慎的去看自己的航空实力以及航空工业能力跟实力。